殿下请用茶。坐吧。许久未见到白王殿下了，没想到再次见到殿下，却让殿下见到了这番狼狈的景象。无妨，无论是多么狼狈，本王也都是看不见的。哦，长风失言了。本王只是跟朱雀使开个玩笑罢了。白王殿下所开的玩笑，向来都不是很好笑的。本王记得，儿时见到朱雀使，朱雀使总是劝我，不要活得那么累，开心一点，多笑一笑。这么多年，本王一直记在心里。可却再见到朱雀使，朱雀使依然觉得本王不好笑。哦，那倒不是，只是比起以前，好笑了些。也罢，本王跟其他皇子相比，因为这双眼睛，确实多了几分悲凉。今日之事，多谢白王殿下仗义出手。就算我不出手，朱雀使想要解决，也是易如反掌，只不过会慢一些。今日本王有急事，所以就越俎代庖了。哦，但不知白王殿下所说的急事是什么事呢？本王有一份口谕要传。放心，这份口谕不是给朱雀使的。我不做朱雀使已经很多年了，我现在只不过是这雪月城中的一个大管家。那我就换你司空城主。这样听起来顺耳多了。这份口谕是传给那个人的。其实今日之前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这里，直到方才。虽然我看不见，不过这么多年，他那给人惊喜又给人惊吓的习惯，却依然没有改变。那这件事情，便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了，跟雪月城毫无关系。我听说，他拜你为师，是我要收他为徒，他既没有答应，但也没有拒绝。本王明白了，司空城主是想让雪月城与这件事情撇清关系。这世上，敢不接圣上口谕的人少之又少，而接了又不听的人，则是更少。但他恰巧是其中之一。那我雪月城想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，有什么错吗？本王明白了。都怪你！你说你为什么不多打一下？你那么着急的下去，你是怕师姐主动投降，你不得不娶她呀？刘姐，再胡说八道我就撕了你的嘴！谁会想先投降？谁会想嫁给这个家伙？千洛，这一次萧瑟的确出了不少力，若没他的话，今日怕是很难收场。还有那个骆明轩师弟，等他伤好以后，你也去看看他。他若不是被人暗算，也能替你打赢那个段玄衡。萧瑟，多谢了。不客气。我司空千洛欠了别人的一定会还。要是萧瑟你哪天需要我拼命，我一定义不容辞，把这次的恩情给还了。不必了。萧瑟，平时不是挺热心肠的吗？你怎么整天摆着个臭脸啊？谁热心肠？你呀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都没叫他上去，他自己下，冲就上去了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我那是因为那个姓段的小子太讨人厌了，我单纯看不惯他而已。那也行，总之吧，今天我雷无节认可你了。我要你认可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
比武招亲这件事呢，总算是过去了，白王殿下也能当场证明这场比武的公正性，想来他们日后也不敢再说些什么。对啊，大师兄，那个王爷好威风啊，现场几百人一下就跪下了。但是，为什么城主是半跪呢？三师尊曾经是天启城4大守护之一的朱雀使，面圣都可以行半礼，一个王爷，自然也没有资格让他行全礼。哦，原来城主是朱雀使啊！哎，那乾隆时期岂不是朱雀令的传人？阿爹跟我提过此事，我才不感兴趣呢。我又不认识那个人，凭什么做什么守护啊？对了，我阿爹可以半跪，萧瑟你为什么不跪啊？对啊。我腿脚不太好。这师兄，你看他又在那胡诌。我祖上有些荣印，可以面圣不跪。你看这个答案可以吗？真的？看你平时抠抠搜搜，还是世家出身呢。哎，对了，大师兄，你说他一个天启城的王爷来我们雪月城干嘛呀？应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三师尊商议吧。毕竟三师尊曾经是朱雀使，当今圣上能够登基，三师尊也有一份功劳。但是天启城的王爷突然来雪月城了，总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。父亲早就说过，最讨厌的就是那座城里的人了。我倒是觉得那个白王殿下挺不错的，不过就是眼睛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儿。因为他看不见。看不见？他幼年时期拿了别人盘中的一块糕点，吃了之后就瞎了。这么多年明德帝寻遍天下名医，也没能治好他。也是个可怜的人呢。萧瑟，尹长老，老，白王殿下在后院等你，你先过去一趟。尹长老，那个白王殿下找萧瑟干嘛呀？他们应该在天启学宫就过学。原来是同窗。哎，同窗。我是个瞎子，我看不到你，而你却能看到我。怎么？既然都见到了，也不唤我一声吗？参见白王殿下。你就是这么叫我的？我只是一介庶民，见了当今二皇子白王殿下，还能怎么叫？毕竟叫错是要杀头的。那你可知道，白日见我不跪，也是要杀头的。我的头就在这儿，殿下若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你说话不像从前那般锋锐了，就是有些有气无力的。不过你耍赖的样子，还是像从前一样。还是唤我一声二哥吧，好多年都没有听到了。我叫萧瑟，只是一间普通客栈的老板，没有资格唤白王殿下为二哥。那好，雪落山庄萧瑟，草民在，接旨。接旨。接旨。奉圣上口谕，
赦免六皇子萧楚河过去一切罪错，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赏黄金1万两，珠宝100箱，即刻速回天启城复命。还不谢恩？我拒绝这道口谕。你敢不接？我就是不接。为何不接？赦免六皇子过往一切罪错。我的过往何错之有？虽然看不见，但我也能猜到此刻你的神情。既然殿下猜到了，那就还请殿下将这道口谕带回去。听完口谕，你还是不肯唤我一声二哥。看来你是真的不打算回去了。殿下难道希望我回去吗？当年我离城而去，有一人提剑而来，正是怒剑仙叶战天，当世5大高手之一。据我所知，他也是殿下的授业恩师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并不是我派他前去的。并不是你派去的，那他去前你是否知道呢？是否知道又假装不知道呢？所以你认为你的伤是战天师傅造成的？就算最后一剑不是他出的，倘若他不在，很多事情都不会被改变。罢了，很多事情还是回天启城再说吧。本王给你3日时间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是否要接下这道口谕，同我回家。殿下，我在外面都听到了，这萧楚河如此大逆不道，直接上报陛下，让陛下收回成命，然后再重重治他的罪。臧明，这些话你只能同本王说。为何？记住，我与他并无恩怨。可当年那块糕饼是他。当年我们只是孩子。最近雪月城还真够热闹啊！是啊，先是有人闯进登天阁顶问见雪月剑仙，再有这百花会，如剑仙亲临礼赠四方，再加上这比武招亲，把尊贵的白王都给引来了。可你知道，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。哼，那还感情好啊！你现在就去替我把白王给我赶出去。这有何难？当年我一剑逼得他老子都跟我立约，一个王爷罢了。我去就回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呢，你何必当真呢？你干嘛总是把雪月城满城上下的脖子全给提起来呀？这个白王啊，他来只不过是想带走一个人。消息传得还真快，既然皇帝想让他回去，应该已经赦免了他的罪，这是好事啊。其实萧瑟最想赦免的不是他自己的罪，而是琅琊王的罪。这不可能，琅琊王案当年已经是个死案，明德帝不会愿意做出任何妥协。是啊，这是一个死局啊。叶姑娘，叶姑娘，司空城主，二城主，叶姑娘，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？我准备去药房取些药材，路过此地便来见见城主。哎，我那个丫头啊，要是有你这般懂事，那可就好了。怎么样，叶姑娘，身体恢复得如何呀？比来之时好了许多。
看来我的医术还是差几分火候。啊，对了，我听说唐老太爷那边有一个法子，或许能够根治你的病。这样吧，你让唐莲抽空带你去一趟唐门。劳烦城主费心了。去吧。他已经在外面听了很久了。反正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儿，听就听吧。她是大将军叶孝英的女儿，叶孝英知道的越多，事情就越复杂。但她曾经是萧瑟的好朋友。可从萧瑟入雪月城以来，他们两个似乎从未说过话。所以，他是最了解萧瑟的人，而现在的萧瑟，最不想提及的就是他的过去，而叶若依，他所背负的正是萧瑟的过去。晨光幽谷乡，是若依姑娘吗？许久未见了，二皇子殿下。若本王没有闻到叶家独有的晨光幽谷的香味，那么若依姑娘是否打算就这么走过去了？我已很多年没有见过殿下了，方才觉得面熟，却也不敢相认。我听说若依姑娘一直在城中养病，身体可有好一些？司空城主医术高明，若依的身子比以前好了许多。那便好，你与楚河自幼交好，能在此城中重逢，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吧？啊，楚河哥哥，他不是失踪很久了？哦，你没见过他吗？我向来一人独居在这别院中，平常从不与城中人来往。今日是过来取些药材的。他来此城已经许久了，此行我便是来寻他的。那殿下来寻他，是要抓他回去吗？抓？我是要将他带回天启。父皇已经免去了他所有的罪错，他之后还是北离的六皇子，永安王萧楚河。啊，那便很好呀。但他拒绝了，我给他3日的时间，你与他自由便交好，帮我劝劝他。以楚河哥哥的性子，决定了的事情，便很难改变了。但在我知道的人中，能劝动他的，你是为数不多的。那若依试试吧。多谢了。你已经知道姑派人去找楚河的事了？是陛下故意让臣知道的吧？是啊。楚河当初和叶将军交好，姑在想，若叶将军知道了楚河的下落，或许能助姑一臂之力啊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现在既然愿意现身，或许他愿意回到天启了。叶将军真的是这么想的？我若是陛下，就不下什么旨意了，直接带着军队把雪月城给围了。哼，呵呵。这确实是叶将军的行事啊，可是姑害怕逼得太急了。哼，
以那孩子的性子，他又要对抗顾了。唉，这几年，顾禁不住总要想起过去，对楚河的愧疚，也是越积越多呀。偏偏这孩子又是个倔脾气，顾没有找他，他竟然4年消失得无影不踪。顾害怕错失这次机会啊。顾想要把楚河带回宫里的事，怕是瞒不了多久，还需叶将军替顾多费心了。是，陛下放心。退下吧。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陛下让白王传了道口谕，召萧楚河回天启。我早就猜到了。这个人真要回来了吗？那也未必。你的选择是？泰安殿牌匾上，龙峰卷轴内写的谁的名字，我的选择就是谁。可那卷轴上还没有写字。而我们可以最终影响写在卷轴上的名字究竟是谁？我提醒你们，5大监奉命行事，不要说大逆不道的话。哎，我只是说影响，又没说指定。锦仙太过敏感了，不是？锦言说的没错，若是以前，我们可以等圣上来定夺。但六皇子萧楚河重新出现，这一切全变了。我知道，你们中间有的人是白王的授业恩师，有的人是赤王的门中贵客。萧楚河的出现对你们来说，是最大的威胁。嘘，你不该在未和我们商议之前就把消息告诉陛下，更不该还没搞清楚那个人是否是真的萧楚河的情况下，没错。告诉我们，于师国那事的原委，那人是萧楚河的可能性究竟有几分？你们没有这个资格。嘿，皇子之事，岂是尔等可以随意议论的？大见。近1年来，有几十匹人马先后离开了天启城，他们都去了哪里啊？他们分别去了雪月城、无双城、木梁城、江南雷家、蜀中唐门、岭南老字号温家、望城山、武当山、少林寺、云林寺，甚至去了方外之地的天外天，以及无处可寻的暗河。是啊，几乎所有的武林大家、白赤两王都派了人马前去。如今这朝堂上的纷争还没有结束，江湖上的争夺已经开始了。没错，你们说的对。谨言啊，你刚刚是说想要影响卷轴上的名字？哎呦！哎呀！大剑呐，大剑！谨言一时妄言。你知道就好。我知道，你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心思，但是5大监以圣上的圣意为准，圣心难测，伴君如虎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方可长久留存。如果谁想不明白这一点的话，那就趁早退出5大监。
属下不敢。虽然你不曾做过选择，但我知道，你一直很欣赏六皇子萧楚河。为什么一定要做选择呢？这些皇子，他们小的时候都是很好的朋友，只因为我们的利益驱使，才让他们变成今天这副模样。哇！我的书！二哥，我来。楚河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嗯。二哥，你就别看书了，你看书都湿了，你就陪我玩一会儿吧。楚河，你天天被学堂老师骂也就罢了，还想害得我也被骂？二哥，其实啊，这书的内容我早就会背了，只不过是记那老头罢了。啊，嘿，别吃！你看你那手脏的，回去洗干净了再来吃。听二哥的。不能吃！不能吃！什么不能吃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来给你送点吃的。来。哟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有事求我，说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就问问你，那个王爷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尹长老说你们还是同窗呢。叙旧闲聊，没什么正事。行，你有秘密瞒着我们也没事儿，你不想说，我就不问。那个，比武招亲好不容易结束了，一桩大事了结，要不去城里逛逛散散心？说正事。我好久都没见叶姑娘了，我想你陪我去串串门呗。没出息，你自己去找她呗。我多不好意思啊！司空千洛跟他是好朋友，你找司空千洛。前段时间我去找过了，他不在。哦，我听明白了，你是走投无路了才想起我来了是吧？不是，萧瑟，你就陪我去一趟吧。你昨天那洒脱劲儿去哪儿了？你把这些都吃了，咱们再聊。啊！萧瑟，这顶好的红山朱颜，若是再多煮一刻的话，便会失去它最好的滋味了。啊！参见殿下。我和藏明在城中闲逛，忽然闻到了这股茶香。我还在想，这雪月城中，谁还会喜欢喝我们天启城中的茶？却没想到，还是如意姑娘。许久没有见过家乡了，便想寻一下家乡的味道。殿下见笑了。不准备请我喝一杯吗？殿下请坐。萧瑟，你这么着急拉着我去找叶姑娘，想好理由了吗？要有什么理由啊？你就路过此地，有些口渴，讨口水喝。你若只想讨口水喝，那你可有口福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上好的红山朱颜，配上苍山上化开的雪水来烹煮，这味道……哎呀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也是，对牛弹琴。哎呀，哎，果然是好茶。对了，若依姑娘，昨日有没有见到楚河？见到了，不
不过他跟从前相比，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哦，哪里不一样了？以前他说话总是朗声高语，眉眼飞舞着，似乎对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有着绝对的自信。可如今的他，变得沉默懒散了不少。是啊，楚河是变了不少。那他有没有和你说说，这些年他都去哪里了？他说他开了一间客栈，在一个背靠青山、面对绿水的地方。若依姑娘，我和萧瑟路经此地，进来向若依姑娘讨杯茶水喝。若依姑娘，打扰了。小兄弟，不必客气，坐吧。哎，敢问这位小兄弟尊姓大名？哦，在下是江南霹雳堂的弟子，刚拜入雪月剑仙门下。原来是雷门弟子啊！你干脆把你生辰八字也报出来算了。你也来了？路过，陪这位小兄弟讨杯茶。有的有的，只不过我这煮茶的手艺有些生疏，怕不是浪费了这上好的红山朱颜。哎，我不怕糟蹋，反正我也喝不出来。雷兄弟，你不怕烫吗？啊，我练的功夫叫火灼之术，这茶水的烫算不得什么。哎，若依姑娘，再来一杯。那我给你倒杯热水算了，省得浪费这红山朱颜。萧瑟，我刚才是因为口渴我才一口喝的，这品茶我也会的。方才若依姑娘跟我说，昨日她已经寻过你了。啊，若依姑娘昨天去找你了？找我？哦，昨天若依姑娘也路过我的小院，也进来喝了杯茶，顺便问了一些我关于天启的事。那便好。若依姑娘一个人在雪月城，作为天启城的亲人，就应该多关照关照。这凭什么让我做朱雀啊？听上去好娘啊！我要做青龙。不行，青龙是我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就是个代号嘛。朱雀怎么了？长风，你看啊，连月他抽了个王八，也没说什么呀。我想揍你！阿爹。啊，阿爹，千洛，你找我。来，坐坐坐。萧瑟这次帮了你那么大的忙，有没有谢过人家？谢过了，谢过了。你女儿我这点礼节还不懂呀？嗯，是我的乖女儿。哎，千洛，你说萧瑟这臭小子平时处处跟你作对，可是这次你比武招亲呢？你看他忙上忙下的，给你帮了那么多的忙，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？哎，你觉得萧瑟这小子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？哎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！阿爹，你想什么呢？哎呦，千洛，我是你阿爹，心里怎么想的，跟阿爹说好不好？啊？哎呀，哎，好精致的令牌啊！爹，你从哪儿来的？是不是要送给我的呀？送给你，当然可以了。不过你一旦拿起这块令牌，你可要承担很重很重的责任了。什么责任啊？说起来话长啊。若依姑娘，本王所托之事，还请多费心。若依记下了。那本王就不打扰各位叙旧了，告辞。
藏明，我们走。萧瑟，那白王的部下好像不太喜欢你啊。谁知道呢？可能我们合不来吧。你喝完了吗？喝完咱们就走。啊，不妨多坐一会儿吧。对嘛，若依姑娘都邀请了，咱们就多坐一会儿吧。对了，我昨日去药房取药，听到他们在讨论登阁的事情，不如你们给我讲讲。说起这登天阁呀，我一人直冲16层问见雪月剑仙的故事，那还真是有趣的很啊。只见那13层守阁者骆明轩，他不和我比武艺，他要和我来一个赌局。还有我见到我师叔之时，我用尽了雷门所有绝学，还有我师傅给我的那一柄纱布剑。到了16层，我登高一吼，霹雳堂雷无解，问剑雪月剑仙。哎，等等，这登阁是你一个人的故事呀？萧瑟兄弟呢？他在干嘛？哎呀，他呀，他在跟千洛师姐捉迷藏呢，还去算了个命。对，算命？算什么命？哎，对呀，萧瑟，你算命算了个什么呀？我算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龟。龟？那结果如何？没有结果，因为算到一半，我后悔了。既然你都去算了，为什么不问结果？因为后来我发现，我要算的这件事，我一直都不在乎。那你在乎什么？他肯定是在乎钱啊！那望城山的掌教弟子算一卦得多贵啊！你说的对。啊，还真是因为钱啊！你这登天阁的事迹也讲完了，咱们走吧。真是3句不离走。行吧，行吧，若依姑娘，那我们就改日再来看你了。日日来也无妨的，我这院子里冷清，你们来了还能陪我说说话。行，那我明日就来。不，明早就来。走了。走了。龟。当年北离朝中皇子争斗，整个天启城无比混乱。琅琊王召集了4名绝世高手，组成了天启4守护，誓要重安天下。阿爹我便是其中的朱雀使，最终我们成功了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说当年阿爹你拿到这块令牌时，就承担起守护天启的重任，而如今天启安稳了，王朝也换代了，所有的守护使也要找新的传人，而这个新的传人，将要守护的，就是6皇子萧楚河。千洛，你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吗？我的女儿就是聪明，3言2语就听得明明白白。那我现在就决定，这块牌，我拒绝。我记得从我出生的时候，阿爹就没去过天启城吧？没有。那自然，你也不知道萧楚河了。可那萧楚河是琅琊王所看重的，他……我不管他看中的人是谁，我司空千洛若要守护，只会守护我自己看中的人。你，我才不要做什么药王，我要做天下唯一的枪仙。唉，阿爹，我记得有一位大师跟我说过一句话。少年人要有自己的江湖。